是百里小哥。我和哥刚随便吃了些东西填肚子，正要再去看那些工匠怎么打理轮播粥的，他们实在太厉害了。之前你们都还睡着，咱俩已经去过一回，看了叫人不能不服。有个说法怎么讲来着？井里的蛤蟆。哥，是井底之蛙。对，咱俩活脱脱的井底之蛙，太少见是吧？哎，想到就心急，不说了。哥，咱们快走。这兔崽子急得跟什么似的，话都不肯好好讲。自能体会此种心境。正如剑客得悟绝世剑法，乐师得闻出尘琴曲，良金美玉，高山流水，想必胜却无数。哈哈哈哈！说得太好了，就这么回事。老子也走了，你随便逛逛。刚才碰巧遇上千商兄弟，他还说这儿好玩着嘞。这首曲子为何？这位公子也喜音律，失礼，在下于此可谓一无所知，叫龙女大人见笑。哦，但适才见公子似乎全心沉浸于乐曲中，专注至极，竟连我来到身后都不知。不敢相瞒，此曲在下曾耳闻数回，皆为琴曲，由其他乐器所奏，却属第一次听到。咦，我却不知这首曲子竟也流传于人间。
其实，公子所言不差，本是古老琴曲，出自太古。因我十分喜爱，便将它改为箜篌所奏，放于这自鸣凤首之上。在下冒昧请教龙女大人，此曲何名？它没有名字。怎会如此？当然，本是有的。然而弹奏琴曲的仙人因犯下大罪，遭天庭贬入凡间。既然天地不喜，渐渐的，也就无人再提及与之相关种种。未知那个被贬入凡间的仙人是？公子也对这些三界异事有兴趣？说来却也无妨，实在是太过久远之事，世间尚无绮罗，亦无龙霄宫呢。我不知那到底是怎样的重罪，与他一同的两位大神火神祝融与水神共工都未能幸免。曾隐约听过，那位仙人的名字叫做太子长琴，昔日三界第一乐师，可惜绮罗无缘得见。获罪于天，无所递也。从那一刻起，天地间便再无太子长琴此人。获罪于天，无所递也。我所知所闻，也仅止于此。龙族虽被分封治理四海，却生性不喜拘束，与众仙神之间往来不过尔尔。感谢龙女大人言说，在下亦不便多做打扰，先告辞了。公子且慢。龙女大人有何指教？我虽为角龙，尚未修成应龙，却也看得出公子体内煞气纵横，凶力非常，属诡异之象。而观公子并非大恶之人，何以遭凶煞缠身？在下幼时曾遇变故，伤重醒来后已是如此，不记得发生何事。多年来，也不知何法可解。可惜，非绮罗能力所及。不如下回寻个时机，替你问一问敖润大人。眼下，望公子听我一言，若要不为煞气所蚀，须谨记，你的心念不可大喜大悲，大起大落。不可大喜大悲，大起大落。只因那样最易凡心入魔。以公子情形，稍有差池，恐造成不能挽回之局。
多谢龙女大人费心。无需客气。其他无事，公子请自便。闲时欣赏一番这龙霄宫中的风光，亦是不错。大喜大悲，大起大落，凡心入魔。伦波州出海准备比预想的还要快上半日，多亏有向天笑兄弟二人帮忙。哪里？我跟哥都是偷师去的。小兄弟不用太谦虚了。伦波州外，我已布下结界，因可安然无恙通过祖州四维激流。先前便单独讲过，这艘船不必说什么借，而是赠与向天笑兄弟二人，聊表我对他们技艺的钦佩之情。太谢谢龙女大人了，我和哥，我们实在惭愧。要说造船手艺，比起海里的工匠，差太远。对，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儿。不过老子这回可算学了不少新鲜玩意儿，想想就开心的很。哈哈哈哈哈！以后你们若有闲暇，可常来龙霄宫找谢钱他们。他们几个平日里也寻不到什么人说造船之事，这回难得遇上知音了。要知道，能得谢钱夸奖的可不多见。龙女大人说得对，我和那帮兄弟都盼着两位常来。行啊，老子巴不得这样。我们兄弟俩还有数不完的问题想问谢钱兄嘞。太好了，等下回去我就跟兄弟们讲，他们一定高兴。在这里，大伙都爱说直销的事儿，我们这些摆弄船的实在有些无聊，遇上你们俩可快活多了。
嘿嘿嘿嘿嘿，都快活，都快活！这回全赖龙女大人相助，不然我们几个真不知该如何渡此难关。有缘相识，便是幸事。诸位今后若想起，亦可乘兴来龙霄宫走动一番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嘿嘿，想不到海底也有酿酒之术，还别有风味儿。喝得真是过瘾。我也挺喜欢这儿，有很多看起来特别好玩的东西。谢谢龙女姐姐送我的箫，香菱好开心。看你这么喜欢，要不要让我二姐用这料子给你裁件衣服？她裁缝手艺可好了。不用了，香菱舍不得的。舍不得？可不就是拿来做衣服，否则要它干嘛？你不懂，和你说也没用。龙女大人，轮播舟已在龙霄宫外停好。恩情铭记于心，我等就此告辞。由龙霄宫南下，便是祖州，望诸君一路平安。祖州，终于到了呀！龙女大人的结界果然厉害，刚才在海里拼命晃来晃去，还以为船要散架了嘞，结果啥事都没，转眼又风和日丽。这才是人间仙境啊！看着和雷云之海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猴儿莫要开心太早，须知各处洞天皆有仙灵守卫，驱逐外来之人，万不可掉以轻心。原来还有什么守卫？山样的天底下就没有白吃的饭。向老板，我们即刻进祖州寻找先知，劳烦你二人在此等候。行，老子估摸着仙草也没那么容易采，说不准又得遇上个啥，你们自个儿当心。反正那些事儿，咱兄弟俩帮不上多大忙，去了累赘，不如在这儿守着船。要有什么，我跟哥就躲到轮播舟里去。龙女大人告诉过我俩，结界不但挨得过激流，还能挡别的攻击呢。走了吧，赶早不赶迟。恩公找先知，我找酿酒仙草，嘿嘿嘿嘿，一个都不落下。尹大哥，你刚刚不是又有些晕船吗？已经好了？嘿，那点小事算啥？要不是在激流里晃得厉害了点儿，总之找东西要紧，找东西要紧。臭酒鬼，真没要求。香菱觉得他还好啊，要没有他的话，就不能从雷云之海出来了。香菱才不要一直待在那个地方。对啊，
尹大哥是挺好一个人。哎，你们不懂，这得男人看男人。男人看男人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看屠苏哥哥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不是很好？木头脸他。小灵儿这问题问的可真是。哎，我就说嘛，男人就是难啊。